你知道吗？在亚洲广袤的版图中，有这样一座城市，它不仅连续7年稳坐宜居冠军的宝座，绿地覆盖率甚至让花园城市新加坡都感到压力。而这里的人均寿命竟然比香港还要高。人们总在争论哪里才是理想的养老天堂，是繁华的东京，还是秩序井然的新加坡？其实，真正的宜居天花板早已给出了答案。从台北的人情温情，到香港的医疗奇迹，再到大阪蝉联7载的庶民智慧，这些城市如何在高压的亚洲硬生生开辟出一片宁静绿洲？大家好，我是微笑。本期视频我将带你逐一揭晓在全世界所有城市排名中亚洲最宜居的5大城市，看看第1名到底凭什么无可撼动。第5名，台北，安全创新与文化完美融合的理想都市。这是一座将传统与未来巧妙融合的城市。它坐落于台湾北部的一个盆地之中，汉语里台北2字意为北方之台。它是亚洲少数几个兼具高度安全的城市，也是科技实力与人文厚度的都市，被誉为东方珍珠，堪称安稳之城。台北自19世纪末逐步发展，历经殖民与现代化洗礼，如今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成为国际瞩目的宜居典范。自21世纪以来，台北屡次入选全球宜居城市前70名，并以惊人的低犯罪率闻名。2024年暴力犯罪率仅 0.24 件，每10万人街道安全到深夜，独行也无需担忧。这种安定感源自完善的法治与公民自律，使台北在喧嚣的亚洲都市中宛如一片宁静绿洲。2016年，台北获选为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2023年更被国际媒体评为亚洲深夜友善首都，正式确立其安全城市的国际形象。台北的宜居魅力不仅体现在治安，更展现在日常生活的丰厚度。从街角一杯珍珠奶茶，夜市里的鹅仔煎与卤肉饭，到故宫博物院的翠玉白菜，中正纪念堂的庄严仪仗，这座城市在烟火气与文化底蕴间自在穿梭。同时，它也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心脏，驱动 5G 技术与智慧城市治理。2022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全球创意城市称号，科技与人文在此完美共生。城市的规划处处可见细腻巧思。城东以信义计划区为核心，摩天大楼与国际企业总部林立；城西则保留大道湖老巷、龙山寺传统市集，红砖骑楼与文创小店并存，公共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捷运与一人单车无缝衔接，水岸绿带与城市步道贯穿其间，让居民既能便捷通勤，亦能漫步自然。最令人惊艳的是，台北在科技与人情之间取得平衡。尽管身处数位时代，街头仍随处可见庙宇香火、邻里茶摊的温暖对话，即便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入民生服务的方方面面，阿姨的吆喝声与顾客的欢笑声依然此起彼伏。站在山顶眺望台北的璀璨夜景，心中不禁涌起万千思绪。这座城市如何在飞速发展的洪流中，依然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那份传统的温情？时至今日的台北，仍有许多鲜为人知、未被世界充分领略的独特风貌。比如它那纵横交错的巷弄，这里藏着独立书店与艺术空间；它的节庆融合了闽南、客家与原住民文化；它的青年既拥抱国际潮流，也传承本土价值。无论是安全的居住环境、创新的城市治理，或那份人情比科技更暖的生活哲学，台北都无愧为亚洲最具包容力的宜居之都。对台湾与世界皆展现了现代城市的另一种可能。第4名，香港，一座节奏与生活质量并存的国际都会。2025年，香港在全球宜居城市排名中跃升了11位，强势回归前50名之列。这座被维多利亚港拥抱的国际都会，凭借稳定的治安、完善的医疗体系与高效的交通网络，持续在亚洲闪耀光芒。从中环金融中心的摩天大楼群到铜锣湾霓虹闪烁的街巷，城市脉动24小时不息，而仅需半小时车程，喧嚣闹市便悄然隐去，取而代之的是绵延山径与碧蓝海岸线的自然怀抱。香港的医疗水平堪称世界典范，女性平均寿命达 88.17 岁，男性 82.38 岁，高居全球首位。这不仅得益于世界一流的医疗技术与完善的分级诊疗体系，更源于这座城市对公共卫生事业与健康生活方式经年累月的投入。救护车5分钟内到达率超过 90%， 社区药房和私人诊所遍布大街小巷，仿佛一张看不见却无比牢固的安全网，时刻守护着每一位居民的健康与平安。
如果说医疗是这座城市的根基，经济自由便是香港腾飞的翅膀。低税率和开放的市场环境吸引着全球企业在此安家落户，金融、法律与创新科技领域的顶尖人才纷纷汇聚于此，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竞争生态。这里的职场文化既讲究效率，也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跨国公司和本地企业和谐共存，在高强度的工作之外，咖啡馆与海滨长廊的闲适时光悄然调和着城市的节奏。然而，香港的宜居并非仅存于数据与设施，这座城市的灵魂藏在茶餐厅蒸腾的热气里，藏在凌晨依旧灯火通明的书店中，更藏在狮子山下一代代人的拼搏故事里。尽管楼价高昂，生活成本居于前列，但完善的公共运输与多元住房政策为不同阶层提供了扎根的可能。从繁华的私人屋苑到设计人性化的公营房屋，从离岛的宁静村落到市区的活化唐楼，每种生活皆能找到其位置。值得深思的是，香港的宜居光环背后亦隐藏挑战。人口密度冠绝全球，空间竞争激烈，气候变迁下的极端天气频率增加，城市韧性备受考验。此外，国际格局变动与区域竞争加剧，促使香港不断在传统与创新间寻找新定位。但正如维港两岸的灯光从未暗淡，这座城市总能以灵活与包容，在危机中淬炼出更丰沛的生命力。香港的美不仅是霓虹与天际线构成的视觉盛宴，更是一种在秩序中蕴藏着温度的生活哲学。它向世界证明，一座真正伟大的城市既能以速度定义时代，也能以从容滋养人心。第3名，新加坡，一个秩序与绿意并存的花园国度。如果说亚洲是现代文明与自然共舞的舞台，那么新加坡便是舞台上最优雅从容的舞者。尽管这座城市国家土地狭小，资源匮乏，但历经数十年的淬炼与规划，如今它已化身为秩序与生机并存的典范。正如一首未完成的诗，字里行间藏着他走过的路，坚持的信念与拥抱的未来，用来形容新加坡再贴切不过。新加坡以花园城市为基调，这不仅是视觉上的绿意，更是深入血脉的治理哲学。绿色在自然中象征生命，在城市中则代表永续与希望。新加坡的绿恰好在严谨与灵动间取得平衡，少一分则流于人工，多一分则失去秩序。这样的绿与银灰色的现代建筑相呼应，既彰显科技感的冷静，又不失人文温度的从容。今日的新加坡被誉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更拥有亚洲最令人称道的生活质量。想真正体会这座城市的灵魂，不能只停留在观光景点，你需要走进祖屋区的咖啡店，感受市井的热闹与整洁，或骑上脚踏车，沿着绵延的公园连到缓缓穿越湿地与森林。每当晨光初露，市民已在绿意环绕的步道上慢跑，而夜幕低垂时，滨海湾的灯火与金沙酒店的弧线在天际再现，勾勒出一幅未来与自然共生的画面。夜晚的新加坡同样迷人，克拉码头的酒吧渐次亮起灯火，南洋风情的建筑与现代霓虹交织，河畔飘来轻快的爵士乐声。这里的夜既有滨海湾的绚烂，也有哈芝巷的文艺。无论白日的效率节奏，还是夜晚的松弛浪漫，新加坡都在规则与自由之间找到了完美之点，让每一位居民与旅人总能再次找到归属与惊喜。从花园城市迈向自然城市，新加坡正以行动证明，一座伟大的城市不仅要让人生活，更要让人愿意深深眷恋。第2名，东京，高效率与高质量的完美平衡。当晨光穿透新宿高楼间的缝隙，这座拥有4000万灵魂的巨兽正以独特韵律苏醒。东京的不可思议在于它将两种极端完美融合，既是全球最繁忙的钢铁丛林，又是处处藏着细腻美学的生活场域。就像涩谷十字路口每分钟3000人次的汹涌人潮，与代代木公园樱花树下茶人的静谧姿态，竟能存在于同个时空维度。这座城市的骨架由精密运转的交通网络构成，山手线如同永不歇息的血脉，日均载客量可达1000万辆级，却能保持着以秒计算的准点率。当列车延迟5分钟，车长亲自广播致歉的场景，折射出整个社会对秩序的尊崇。这种追求极致的基因更体现在街角的自动贩卖机永远提供冰凉的饮品，与便利店收银台精确计算的找零节奏里。在知识光谱的顶端，东京大学赤门沉淀着100余年学术底蕴，早稻田的创新思潮与东京工业大学的科研锋芒形成三角鼎立的知识星系。当生命与健康成为现代人最深的牵挂，
庆应义塾大学医院的手术机器人正开启精准医疗的新纪元。东京大学医院的基因治疗研究与顺天堂医院的河汉诊疗构筑起从未来科技到传统智慧的守护网络。这座城市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总在冰冷数字间保留温度。北泽谷书店的昭和风铃与六本木森美术馆的数位艺术在转角相遇，浅草雷门的朱红色灯笼与晴空塔的宇宙蓝光在夜幕中对话。这里既有银座米其林餐厅的星辉闪耀，也有藏于巷弄的百年鳗鱼饭老店飘香。东京的宜居哲学体现在它让每个灵魂都能找到安放的位置。涩谷的十字路口允许你淹没在人群外，而山的坑屋书店则提供独处的时光。这座城市像精密的怀表机芯，无数齿轮咬合转动，却不忘在缝隙间留白。那些街角自动贩卖机的暖光，车站置物柜旁悄然盛开的紫阳花，都是写给都市人的温柔诗句。在超高密度中维持洁净与从容，在科技前沿守护传统与诗意。东京证明了现代都市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当效率与美学达成平衡，当梦想与日常相互滋养，钢筋水泥也能生长出令人心安的温度。这正是东京献给世界的启示，真正的宜居是让每个明天都值得期待。第一名，大阪，连续7年称霸亚洲最宜居城市。大阪这座位于关西平原的千年商都，在战后经济奇迹中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庶民温度。如今已连续7年稳坐亚洲最宜居城市的宝座，向世界展示着何为理想生活的当代范本。当东京与新加坡在现代化道路上你追我赶，这里却让人见识到人情的厚度。这座被电川水系滋养的都市，正以它那饱经时光淬炼的生活智慧，书写着关于都市文明的惊人答卷。2015年，当经济学人智库首次将大阪推上亚洲宜居榜首，这座以章鱼烧和搞笑文化闻名的城市，便开启了长达7年的卫冕传奇。在稳定性、医疗卫生、文化环境、教育与基础建设这5大评比维度中，大阪的医疗与教育项目斩获了满分殊荣。这座城市拥有如大阪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等3家全球100大医疗机构，却同时保留着街角居酒屋里300日元的关东煮。地铁网络密度冠绝日本，通勤时长却始终控制在30分钟的舒适圈内。现年42岁的京都大学都市计划学者中村良太曾在2018年迁居大阪进行田野调查。他回忆道，最初以为只是暂住，却在3个月后卖掉了京都的祖宅。这里的药妆店老板会记得你常买的胃药，地铁站长会帮晚归的上班族叫出租车。这种渗透在市政细节的人文关怀，具体呈现在2025年世界博览会规划中。所有展馆必须在闭幕后改建成市民活动中心。临近2030年落成的综合度假村都将保留30%的空间作为社区文化据点。尽管宜居光环耀眼夺目，这座城市仍面临着少子高龄化的严峻挑战。浪速区的空屋率依然居高不下，道顿川畔的百年老店正以每月5家的速度消失。但正如大阪市长松井一郎所言，我们不要做观光客的剧场，而要成为居民生活的摇篮。从每月举办的街区再生市集到全亚洲首创的空屋银行计划，这座城市正用它标志性的直爽与幽默，将危机转化为社区再造的契机。当多哈用未来科技描绘宜居蓝图，大阪选择在便利店暖帘飘扬的街角，守护着人与人相遇时的温度。那些被评比数据量化的医疗资源与交通效率，最终都融化在居酒屋老板娘一声“今天还是老样子吗”的问候里。这或许正是宜居城市的终极奥义，不是完美无瑕的乌托邦，而是能让每个平凡的灵魂都能在霓虹与晨曦的交替之间，找到安放生命的从容与自在。纵观这亚洲5大宜居与贫困极端交织的城市与国家，我们不难发现，一座城市的伟大绝不仅仅在于钢筋水泥的高度，更在于它容纳灵魂的温度。而一个国家的强盛也绝非取决于资源的堆砌，而在于制度与人文的共振。台北在科技与人情中寻找到了平衡，香港在速度与从容间实现了跃迁，新加坡在秩序与律义里重塑了文明。这些城市的成功本质上是人的尺度的胜利，他们证明了只有当每一个普通的个体都能在安全感、医疗保障和文化尊严中站稳脚跟，宜居才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数据，而是万家灯火中最心安的归宿。然而，那些坐拥石油矿产却深陷贫困的国家，则为全人类敲响了资源诅咒的警钟。当财富被权力垄断，当资源沦为剥削的工具，
天赋的红利便会化作窒息发展的枷锁。贫困并非源于匮乏，而是源于错位。那些在风月之地挣扎的灵魂，是时代欠下的账，也是文明尚未抵达的荒原。真正的格局是看到繁华背后的有序治理，也看到落后背后的系统困局。一个宜居的时代，应当是让科技服务于温情，让资源造福于万民。我们研究这些城市与国家，不仅是为了排列名次，更是为了从这些兴衰起伏中汲取关于生存、发展与文明进阶的终极智慧。愿每一片土地都能在时代洪流中找回那份属于人的从容与自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微笑。不知道今天介绍的这亚洲最宜居的5大城市，哪一个最让您印象深刻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